筋的把它撑，不对啊，手基本上没有这样转，没有这样转。我说在走掌的时候，为什么也没有一套就是手也跟着你的一个动作呢？不对，我这个是刚刚不是内家拳的啊，不是内巴掌的，是内巴掌的就很多，很多，因为它是导引。对，我说光练习走掌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练那个嘛，它是练气与力嘛，它是练气与力合，所以它是第一个阶段的训练。所以它是练架构，对啊，练这边的能量，练你的整体，基本上肢跟体的凝，其实它也有凝啊，就是你没做出来嘛。它比较不是嘛？你就静态的，它也凝啊。它比较有点筋在把它撑开，比较少。你讲的是变动嘛？啊，你讲的是变动嘛？可它在换掌的时候，它一样变动啊。换掌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？用到。所以你这个在走的时候，你看你如果能够做到这边，你把每一个要领做到的时候，它就在拧啊。所以你走掌，它就是本身就在一个拧的状态下面去走的啊。那你如果是像你现在做的，你如果是这个样子，它就没有拧啊。是没错，它就没有拧嘛。它没有拧，你这条手臂放在那边，它就没有功能。看不懂？它就没有引导气血的练气练力的那个功能在嘛。你如果做到这个样子的话，你做到这个样，它就有；你做到这样，它就有了嘛。我这样一做，都到手指尖了，看不懂？所以要做对啊。还有一个，刚刚讲到那个走掌啊，说没有拧啊，我说是有拧的，就算是静态的，走掌是在静态的拧当中来走的，它不是真正的，它不是一个你松的情况下走的，这是给一般人的运动可以。给一般人的运动，你就这样走嘛，你在一个圈上走，比你走1公里去1公里回来，总是方便吧？是不是？你一样是走啊，可是你真正练功，它不是的。真正练功，它是全身是在一个，所以你这个大臂内转，小臂外转，然后手指延伸的翻，每一个手指头，你看我一拧过来，每一个手指尖都有力。所以你手臂是这个样子嘛，然后你的身体正的，然后头一领，拧过来，后手，你看后手也是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你们常常把后手忘了，后手就随便摆，不是的，后手也是，你看先是这个样子贴肋骨，然后肋骨这边不要动，上臂不要动，然后用手指带领转过来。它也在拧啊，腿有没有拧？腿当然在拧，摆扣就是拧啊，你要从胯根来啊，不，你不能从脚来啊，你从脚做的摆扣，腿就没有拧啊，听不懂？所以走掌难，一般一开始都不让学生走的，因为没有资格走，你用这种身体去走掌没有意义。除了可以运动出点汗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式子先弄好，你把这个全身的这个拧啊，把这个拧先弄好，你感觉出来这个，你看脚一蹬，腿的拧出来了嘛，所以整体都在拧啊。然后我特别要提醒你们的后面的手。常常你们太疏忽后面的手了，认为前面的才有用，前面的是主角啊，大家看得到的，后面的就随便了，不是的，常常后面的比前面的还要重要，常常后面的比前面的还要重要，你后面的是根，
前面的是表现，真正的根是在后面，所以你根一松掉没有了。啊，而且身体是相对称的嘛。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我这样走的时候，我这样的时候，我的这个力量，我这个地方力量，经过身体后面到这边来的，它是这个腿过来，这个到这边来的。所以你在走的时候，这两个它是平衡的。你如果没有了后面，你后面这样子一放，你在走的时候，你另外一条腿就没有了。那个连接，腿透过身体跟手的连接就没有了，看不懂？所以你这个做好了，你真正在走的时候，它是什么？你看，它是在这一整个连接上面，它是在这个连接上面，它是在这个上面在走，一个整体的东西。拧转住的东西在那边滚动，所以不是这个，这个谁都会啊，谁都会的东西，为什么是八卦拳里面最重要的东西？大家要去想这个问题。走路谁都会。为什么这个练习是八卦拳里面最重要的、最根本的练习呢？松谁都会。如果这个松谁都会的时候，为什么它是练内家拳、练太极拳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呢？这个问题大家没有想过吧？如果一个大家都会的东西变成这个门派里面最重要的东西，表示说他讲的这个东西跟大家认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那个不一样是在哪？那个不一样在哪里？这个东西大家没有去想啊，没有去研究啊，所以变成各种五花八门的松跟五花八门的走。看不懂？所以我们认为越普通的东西，而别人在强调它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反省了，我们就要自己去想想看了。那他讲的那个为什么这个东西那么普通的东西，他把它当成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呢？好，啊。所以问问题是做学问里面我们练习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跟我师父学第一件事情就是，他说你凡事都要先问为什么，你凡事都要问为什么。每一件事情呈现出来的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为什么，都有好几层的为什么，就是好几层的因。我们当然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去问，可是你要有这个思维，要有这个思维，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为什么。比方我说每一棵树长得都不一样，那你挑一棵树，为什么这棵树长成这个样子，而跟它旁边的树长得不一样？为什么？你如果问了这个为什么以后，你去追下去，你追得越深，你就变成一个专家了，因为背后的学问很大啊，有我们能探索的原因，有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啊。可是我们不问为什么的时候，哦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是那样子，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就探索不到它背后的那个学问，我们就学不到那个。所以每一个东西为什么手要这样放？它不是说能打到人就好，不是的。
八卦拳里面没有这个拳，八卦拳里面都是这个平拳或者斜的，他没有这个拳。而咏春里面有很多这个拳，为什么？要去问啊。不是说我师父教就这样子，我师爷教就这样，不是的。学东西不能这样学。你问你师父嘛，你师父不知道，去问你师爷嘛。你师父师爷都不知道，你自己就要去研究啊。从你开始要把这件事情搞懂啊。听不懂？我们练东西要这样子练，尤其传统的东西，你要这样子练，你才能够，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去接触到那个古人的思维啊。他们是怎么想的？啊，不是说他的经验这样子就这样，不是的，经验变成一个规则了以后，这个背后它就有道理在，晓得吗？我们要学的是这个，我们要学的是这个的道理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啊，晓得吗？为什么气沉丹田？什么叫做气沉丹田？丹田在哪里？现在连丹田在哪里？第一个气沉丹田这4个字里面，气是什么？他讲的气沉丹田里面的气是什么？沉是什么？丹田是什么？在哪里？如果这3个都搞不清楚，你去讲气沉丹田，你不是骗人吗？所以既然这3个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不是我们不知道，是我们不知道古人在讲这个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，就不要以它为标准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，因为你没有说清楚它是什么，它就不能是当做一个标准，是吧？标准你必须很清楚的它是什么嘛。在这里的气是什么？沉是什么？丹田是什么？这3个你都不知道，它就不能当成一个标准。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就不要去管它，你就照你的规矩练，不要去管那个。听不懂？啊，懂吗？所以我说练习要以你自己的经验为准，要以你自己的经验为准来练，一步一步往上叠。不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进来，要以自己的经验为根据，一步一步往上走。你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是非常危险的事。所以很多人来学拳，一开始来就问我一些那个什么很玄幻的那个名词或什么的，这一起步就错，听不懂？武术是最实际的东西的，武术是最实际的东西。我们要从实际的练习里面去掌握它的道理，然后得到我们的心得，然后我们慢慢了解的越来越多，体悟越来越多。我们去看拳经，看道经，看什么经，我们一看哦，跟我契合，哦，我懂了一点他讲的是什么了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们参考用的，他们不是教科书。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教
教科书的啊，这样不懂？这是给各位的建议。好，最近在看几个人教吹箫的，吹箫，他说啊，有的人那个吹箫的口风的问题啊，是天盖地。我说什么天盖地啊？吹箫的口风哪里有天盖地啊？哦，他讲的天盖地是你的上唇下唇盖住了，上唇突出，盖住了下唇，比下唇突出的远，它叫天盖地。你就直接讲上唇下唇就好了嘛，干嘛讲天盖地呢？那他就要讲天盖地啊，那他就要用这种名词来形容，好像显得更高大上啊。那你就不能实际讲是上唇不要突出于下唇吗？就不行嘛？就很多人就喜欢这样搞嘛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都不能去听的，你越听越迷，你越听越混，晓得吗？所以学东西不要往这个上面靠。我到国外去，那些很多外国人很喜欢中华文化。我一讲到什么东西，他们就说哦阴阳。我又讲到一个东西，他们就说阴阳，我就很烦呐。那你知道什么叫阴阳吗？不知道啊。我问你什么叫阴阳？你不能用阴阳来形容一个具体的东西啊，因为阴阳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嘛，阴阳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嘛。听不懂？所以你一开始就落到那个上面的时候，你所有东西你都是一看一眼哦阴阳，哦又看一眼阴阳，然后你就不会深入去探究它里面真正的内容是什么了。你就会用这种含糊的名词跟概念去概括所有的东西，你就完蛋了。这样不懂？啊，所以这个是常犯的错误啊。我自己以前也犯这样的错啊。所以当我们认为真正了解了以后，可是你真正往里面去错了，你不能用那么含混的阴阳来涵盖它。不行的嘛。我跟你们讲的嘛，阴阳是一个动态，它永远是从阳到阴、阴到阳的变化中。所以极阴不生，孤阳不长嘛，没有极阴跟极阳的存在。所以你讲的阴阳到底是几% 的阴，几% 的阳？你不知道啊，你就讲一个阴阳啊。实际上纯阴跟纯阳它不存在，否则它就停了，它就不会动了，阴阳就不会动了，它就停了。流动的东西你很难去形容它的，晓得吗？我们讲的这个力量啊、能量啊，这种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啊，它都是一个流动的、随时在变化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尽量了解到它每一个变化的状态啊，跟阶段，不能很粗略的用一个太过广泛的概念去涵盖它们，听不懂？所以我看到有在网络上面有人看我的影片说啊，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。对啊，因为没有简单的东西啊。你要讲的很简单，可以很简单，可是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。我们真正要了解的话，就是要把它
复杂，跟西方的科学一样，是把它细部一个一个一个看。那你说古人他就都搞那些涵盖很大的吗？不是啊，古人是归纳的啊。所以你看人家讲八卦是什么？伏羲他是看天、看地、看地上的鹰，那个鸟兽之文，他所有复杂的东西，他认知了，然后他把它归纳到八卦。所谓神农尝百草，它是每一个草去尝了它的性味，然后归纳出所有的草药有几种性味，然后来做这个归纳。晓得吗？他是认知到每一个东西的复杂性，他才可以去做这种归纳。你如果认识不到每一种东西的复杂性，你就认识不到它们的共通面，它们的同跟异是在什么地方，你就无法去做归纳。所以人家归纳出来变得简单，可是不表示这个东西就是简单。人家是帮我们做好了归纳，做好了分类，让我们容易学习。不表示这个东西就是全部的真相啊。听不懂啊？所以一般的学习干什么？一般的学习就教给他简单，教给他简单就好了。可是真正要理解，你必须要深入到它的内部去，了解它每一个的变化。不然中医你怎么用药？你说这个药跟那个药性味一样啊？性味一样啊，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或用那个？不行啊！你要针对病人不同的，你选择要用什么？因为它进入到身体跟别的胃要搭配的时候，它就不是这个啦。必须要了解到每一个细节，你才敢用这个药啊。为什么这个剂、这个方剂、这个经方一定要用这个药？不能用其他的取代吗？听不懂？那就是那个大师他真正了解到各个的这种细微处，他才这样子配出这个方子嘛。晓得吗？啊，这是一个观念，要从细微处去找。所有的学问都要从细微处找。啊，好，再练练看吧。